你什么意思？凭什么不让我回家？你先别回来，方磊带女朋友回家住几天，你找个宾馆凑合2晚。我试了新房门指纹密码，全是错误锁死。这是我的房子，凭什么我要出去住？方磊跟姑娘说房子是他的，你回来怎么圆谎？就当帮我一回。电话直接挂断。楼下抬头，能看见自家窗户人影晃动，满是笑声。我再次拨通电话。都说了让你住宾馆，别添乱。这套房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我加班到10点回不了家，还要我外出留宿。方磊好不容易谈对象，你非要搅黄，他是我唯一弟弟，你就不能为我着想？他语气陡然拔高。婷婷喊我吃饭了，不跟你废话，住1晚宾馆又不会死，一个男人这么矫情。电话再度挂断，我盯着43秒通话记录，脑子发懵。第3次拨过去。又干什么？方晴，你听我好好说。陆晨，我跟你讲清楚，这套房子以后就是方磊的，你只是外人，别跟我们争。这话你认真的？娶我的时候你承诺善待我家人，现在连套房子都不肯让步，算什么男人？房产是我婚前全款购置的。婚前买又怎么样？你娶了我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方家的一切都该归方磊。我告诉你，婷婷已经答应嫁给方磊了，这房子以后就是他们的婚房，你要是识相，就别在这添乱，等他们结了婚，你爱住哪儿住哪儿。姐，你跟谁打电话呢？婷婷问你什么时候过来吃饭。马上就来，你让婷婷先吃，别饿着了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宾馆钱你自己出，别想着找我报销。电话再次挂断。翻相册粗略核算3年开销，给方磊转账近20万，丈母娘医药费，过节红包10余万，合计30万。3年倾尽积蓄，换来家门被换锁，一具外人。我挪步到附近快捷酒店开了最便宜单间。我仰卧倒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自言自语：3年了，我到底在养什么人？我躺在快捷酒店的单人床上，翻着手机相册，一张一张地往回翻。翻到3年前的结婚照时，我停下了。照片上的方晴穿着白色婚纱，笑得很甜。我搂着她的腰，也是一脸幸福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只想抽自己2个嘴巴。陆晨，我妈一个人把我跟方磊拉扯大不容易，现在她年纪大了，我弟还小，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结婚后他们得跟我们一起住。这是结婚前方晴跟我说的原话，我当时觉得有情可原。方磊，这就是你家，安心住。谢谢姐夫。没过几天，丈母娘也来了。我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，过来帮你们做做饭，收拾收拾屋子。我没多想，答应了。可接下来事情就开始变味儿了。方磊住进来的第3个月，跟我说我不想上班了。姐夫，那公司领导太难评了，我不干了。那你打算干什么？先休息一段时间，慢慢找。这一休息就是3年。丈母娘呢，说是来做饭收拾屋子的，结果饭是方晴做，碗是我洗。她每天就是看电视，跟小区老太太们唠嗑，每个月月底准时找我。陆晨，这个月生活费该给了。2000，雷打不动。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满，方球立刻就炸了。那是我亲妈，那是我亲弟弟，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难道我结婚了就得跟他们断绝关系吗？方晴，我不是不让你照顾他们，但总得有个限度吧。方磊才23岁，总不能一辈子不上班吧？他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吗？3年了，什么工作找不到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嫌我弟弟吃你的了？陆晨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妈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是让他去受气的吗？每次都是这样，说到最后，错的永远是我。我把手机扔在一边，闭上眼睛。黑暗中，手机屏幕又亮了，是方晴发来的消息。明天你最好别回来，婷婷要在家里做饭，你来了不方便。次日一早，我折返小区拿私人物品，门铃响起，丈母娘堵死门缝，丝毫不让我进门。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扔楼道，自己拿走。墙角破旧，编织袋里只有几件旧衣、拖鞋和破粉充电器。我的电脑、证件在哪儿？里面有工作核心资料。电脑借给方磊打游戏，证件我不知道放哪儿了。
房子产权是我的，开门让我进去取。婷婷还在休息，你一个男人进去不像话。而且房子现在属于方磊，外人不便入内。房产证只有我名字，什么时候成他的了？娶了我女儿，你的资产全是方家的，这是规矩。方晴穿着睡衣出门，淡淡瞟我一眼。电脑先给方磊找工作用，证件我替你保管，等你稳定落脚再还给你。你这属于私自扣押我的私有财物。夫妻之间代为保管而已，一点小事斤斤计较，太丢人。方磊穿着我千元生日礼物睡衣，踩着我的拖鞋走出，满脸不耐。我想问问你找工作的规划。没想好，不能辛苦，工资要高，实在不行，你在你公司给我安排8000月薪岗位，或者直接拿钱给我开奶茶店创业。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模样，我身心俱疲，转身离开。身后母女和方燕的嘲讽，关门声一并落在身后。我走出小区，在路边站了很久。我掏出手机，看着屏幕上方的“老婆”2个字，手指悬在拨号键上，最终还是没有按下去。次日，我正在公司改代码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是陆晨陆大哥吗？我是周婷婷，方磊的女朋友。我愣了一下，方磊的女朋友找我干什么？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陆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方磊跟我说，你们家那套房子是他买的，是真的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听到你们在外面的对话了，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些东西。方磊房间里那台电脑配置很高，但桌面上的文件都是工作相关的，不像他自己的。还有，他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，衣服全挂在阳台上，但是主卧衣柜里挂着一件男士西装。我在他手机里看到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，他说等我姐把房子弄到手，咱们就发达了。陆大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房子到底是谁的？房子是我的，婚前全款买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陆大哥。丢下这句话后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当天下午，我的手机差点被打爆。先是方磊的语音消息，一条接一条，语气暴躁的像要吃人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陆晨，你跟婷婷说什么了？她回来就跟我说分手。陆晨，你为什么要跟婷婷说那些话？方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朋友，你非要搅黄了是吧？他问我，我就如实回答了。我没有义务替你弟弟圆谎。你有什么资格如实回答？你知不知道方磊有多喜欢他？你毁了他的感情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毁了我的生活？你现在马上给婷婷打电话，就说你之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房子是方磊的。方晴，你让我撒谎，去骗一个无辜的女孩，那不叫骗，那叫善意的谎言。等他们结了婚，子是谁的还重要吗？陆晨，你到底帮不帮？不帮。好，你行，你等着。半小时后，物业打来电话：“陆先生，您家里有人在砸东西，邻居投诉了，您要不要回来看看？”我赶到小区楼下，还没上楼，就听到上面传来的动静。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毁了我的好事？儿子别气了，妈再给你找个更好的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婷婷。你去跟陆晨说，让他去给婷婷解释。他要是不肯，那我就让他不得安生。紧接着是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被狠狠砸在了地上。我站在楼下，抬头看着自家窗户透出的灯光，我转身离开了。我边走边掏出手机，翻到王律师的微信。老王，如果我要离婚，需要准备什么？第二天，我正在工位上改代码。陆哥，楼下有3个人，说是你家里人，非要上来。我下去吧。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
我就看到了他们。方磊看到我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像被点燃了一样冲过来。陆晨！他冲到我面前，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子上。你把我女朋友搞没了，你满意了？大家快来看啊！来看看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！把自己小舅子的女朋友早黄了，还要把我们孤儿寡母赶出家门啊！大厅里的人纷纷驻足，有人掏出手机开始拍，更有不少人对着我指指点点了起来。起来，有事出去说。起来！我为什么要起来？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看看你陆晨是个什么东西。就是让大家看看你这个白眼狼！我姐嫁给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我看向方晴，她站在那里，双手抱胸，冷冷地看着我，一句话不说。方晴，你不管管？管什么？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。方磊，你女朋友为什么跟你分手？你自己心里没数？你骗她说房子是你的，人家发现真相了，这叫骗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叫骗？那叫善意的谎言。等结了婚，房子是谁的还重要吗？你一个做姐夫的，帮弟弟圆圆场，怎么了？你非要拆穿，你就是见不得方磊好。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我不讲道理，你娶了我女儿，你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方家的，方家的就是方磊的。你帮方磊圆个谎怎么了？你少一块肉了？你知不知道方磊有多喜欢那个姑娘？你把人搅黄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方磊得的眼眶又红了，不知道是真伤心还是气的。陆晨，我告诉你，我跟婷婷本来都快谈婚论嫁了，就差这一步。你倒好，一句话就把我毁了，你毁了我一辈子的幸福。我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，忽然觉得很可笑。方磊，我养了你3年，你吃的喝的用的全是我出的钱，你现在为了一个女人站在我公司大厅里骂我，那是我姐让你养的，你以为你多大功劳？你那点钱，我姐要不是嫁给你，你以为我会稀罕？就是一个月给那么点零花钱，打发叫花子呢。我儿子出去随便找个工作，都比你这儿强。那他为什么不找？你管我找不找？我姐都没说话，你算老几？方晴，你就任由他们在这儿闹。陆晨，你跟我弟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跟我弟道个歉，然后你去找婷婷，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就说房子是方磊的，之前是因为你和我弟闹了矛盾，这才乱说的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我失望地看着这个女人，果然不该对她抱有太大的期望。方晴，你让我去骗人？什么叫骗？你帮方磊圆个谎怎么了？他是你小舅子，你帮他一下会死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我曾经觉得很温柔。方晴，这3年我养着你们一家3口，我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。现在你让我去骗一个无辜的女孩，帮你弟弟圆一个侵占我房产的谎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陆晨，你非要跟我算这么清楚是吧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娶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会对我家人好，现在呢？你就是这样对我家人的。姐，你看清楚了吧？他根本就不把你当一家人，他心里只有他自己。我当初就不同意你嫁给他，一个小气鬼、抠门货，能有什么出息？你看看他那个样，连给小舅子花点钱都心疼的要死，还是个男人吗？你们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请离开，我还要上班，我懒得继续搭理这些无赖。反正离婚程序已经在走了，后续的苦他们自己吃。你赶我走！陆晨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事儿没完。你让我不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你等着，我让我女儿跟你离婚，到时候法院判你净身出户，
我看你还嚣张什么！保安，这群人在这里闹事，严重影响公司运转，现在给我把他们赶出去。请。眼看着那些5大3粗的保安要动手，方晴几人也开始怕了，一家3口转身走了。我转身走进电梯，靠在胶箱壁上，闭上眼睛，净身出户。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他们住了3年，现在要我净身出户。我睁开眼睛，掏出手机，翻到王律师的微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房产证和身份证叫了开锁公司，物业的人也来了，登记壁上白纸黑字，产权人只有我一个。开锁师傅3下5除2撬掉了那把崭新的智能锁，扔在一边，全屋锁芯全部换掉。新的智能锁只录入我的指纹。门开了，屋里一片狼藉，客厅茶几上堆着3个外卖盒子，汤汁洒在桌面上已经干了，苍蝇在上面爬。沙发上扔着我的靠枕，已经被做得变了形。我的睡衣搭在椅背上，领口有一块油渍。我走进书房，打开抽屉，电脑还在，关机状态，证件也在。我花了10分钟把电脑、证件、几件换属衣物全部塞进一个行李箱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给方晴发了条信息：房子的锁我换回来了，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进不来。不到10秒，电话就过来了。陆晨，你疯了吗？你把锁换了，让我妈他们住哪里？他们住哪里跟我没关系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？陆晨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结婚了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妈和我弟的，这房子是我们方家的。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，你们住了3年，连物业费都没交过1分钱。你告诉我，这房子怎么就成了方家的？你跟我算这个？他的声音陡然拔高。你娶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会对我的家人好，现在你跟我算物业费，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陆晨，你把锁给我换回来！我告诉你，这房子就是方磊的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换锁？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怎么了？你娶了我女儿，你的命都是他的，一套房子算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把锁换回来，我就去法院告你，我要告你虐待老人，告你抛弃妻子，让你净身出户。我虐待老人？这3年，你们的房租、水电、生活费全是我出的。方磊的电脑是我买的，手机是我买的，游戏充值的钱也是我出的。你每个月2000的生活费，我1分没少给过。你管这叫虐待老人？那点钱你也好意思提？我女儿嫁给你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给点钱怎么了？你一个月挣那么多，给老婆家里人花点钱就心疼了。抠门抠到这份上，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陆晨，我告诉你，那房子是我的，你换锁也没用。我现在就让我姐跟你离婚，离了婚，房子照样是我的，婷婷也会重新跟我和好。陆晨，你听到了，这房子你留不住的，你现在把锁换回来，乖乖搬出去。我可以考虑离婚的时候不让你净身出户。你要是非要闹，那就法庭上见，到时候房子分我1半，你还要付赡养费，你1分钱便宜都占不到。那语调之中的施舍味道，听得我想笑。方晴，你确定要跟我离婚，还要法庭上见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好，那你等着吧，律师会把离婚协议发给你的。我挂断了电话之后，直接联系了我的律师。老王，离婚协议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不过陆晨，你确定要走这一步？按照现在的婚姻法，即便房子是你婚前全款买的，婚后增值部分和共同还贷的部分，他是有权主张分割的。虽然不多，但你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要离？离。不过先别急着把协议发过去，因为以我对这家人的了解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换了锁，他们进不去门，肯定会闹。
闹得越大越好。刚走出小区，方晴就发来的消息：陆晨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次日一早，他们又在小区闹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就是我那个没良心的女婿，把我一个老太婆和我儿子赶出家门，让我们睡大街啊！我刚下班回到小区，就见到了丈母娘几人在小区里闹事。方磊把手机对准我：家人们看看，这就是我姐夫把我妈赶出来，自己住大房子，这种人渣该不该曝光？方晴立刻冲上来抓住我的胳膊，声音带着哭腔：陆晨，你非要闹成这样吗？那是我妈，你就不能让一步吗？我甩开他的手，让一步，我让了3年了。你们把我锁在门外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让一步？丈母娘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放屁！你一个吃软饭的，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我女儿嫁给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你把我女儿打得浑身是伤，去年她住了2次院，缝了10几针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那一道道的骂声几乎要把我淹没。我愣住了，我打你女儿？她什么时候住过2次院？继而我心中就笑了起来。这群人果然狗急跳墙的开始造谣了。我如同看戏一样看着这群人。方莹低下头，用手捂着脸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家人们听到了吗？这个人渣打了我姐3年，把她打得浑身都是伤。我戏谑地看向方晴：方晴，你什么时候住过病？去年的体检报告就在我抽屉里，要不要我当众拿出来？她不说话，只是捂着脸哭。你当然不承认，你动手的时候都避开了能看的地方，邻居都听到过他半夜哭，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我们都有照片。就是我姐被打得天天哭，眼睛都哭肿了，你还有脸问？我环顾四周，看着那些义愤填膺的脸，忽然觉得很可笑。我没有如同方晴他们想的那样陷入到自证的陷阱之中，而是直截了当地掏出手机拨了报警电话。方晴脸色一变：你报警？丈母娘更是扑上来要抢我手机。你还有脸报警？你把我赶出家门，你还有理了啊？喂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在小区门口聚众闹事，诽谤他人，扰乱公共秩序。10分钟后，警察到了，我出示了房产证和身份证。警察同志，这些人聚众闹事，捏造事实诽谤我。警察同志，他胡说，他打我女儿，还在外面养女人。方晴低着头不说话。不仅如此，这混蛋还抢走了我们的房子，将我们踢出来，不让我们住。又是一盆脏水泼到了我的身上。我早有准备，取出了房产证和身份证。老太太，这房子的确是你女婿的，产权登记在他个人名下。你有什么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，在这里闹事儿解决不了问题。什么他的房子？那是我女儿的，他娶了我女儿，房子就是我女儿的。法律不是这么讲的。您现在在这里聚众造势，已经扰乱了公共秩序，我依法对你们进行口头警告，请你们立即离开。如果再犯，我们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我本以为这事儿暂时就结束了，却没想到还有高手。警察打人了！方磊举着手机凑过来，帮着有钱人欺负老百姓。警察脸色一沉，把手机收起来，你这是在直播执法现场，涉嫌妨碍公务。方磊被镇住了，讪讪地收了手机。走吧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丈母娘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：姓陆的，你迟早遭报应。方磊也跟着骂了一句，一家3口转身走了。手机震了一下，王律师发来消息，他们来闹了，你没冲动吧？没有，让他们闹，全当看戏了。老王秒回：对，闹一次留一次证据，诽谤、寻衅滋事这些罪名都是累积的，等他们闹够了，我们再一次性算总账。我没多说什么，
只是笑着将刚才所有的录音都发给了老王。闹事3天后，方晴约我咖啡地面谈。她一身全新大衣，妆容精致，毫无愧疚，直接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，我同意离婚，不再索要任何补偿。这套房市价400多万，你一句话就要无偿送给你弟弟？你有学历高薪，随时能再购置房产。方磊没有家底，没婚房就娶不上媳妇儿，一辈子就毁了。我3年补贴你们近19万，还不够扶持？这点钱不值一提，嫁给你3年，我连房产话语权都没有，算什么女主人？你们霸占我的房子，花我的钱，还把我锁在门外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当家做主。我起身，房产绝不会过户，离婚协议会由律师送达。他的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但这一次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生气了。陆晨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点看清你们。我转身走出咖啡馆，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，带着一种咬牙切齿的狠劲。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没有回头，走出咖啡馆，初冬的阳光照在脸上，有些刺眼。手机震了一下，老王发来消息，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弟弟。老王发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，然后说：行，这下证据又多了一条，勒索不成，下一步就该狗急跳墙了，你做好准备。起诉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，像一颗石子扔进了粪坑，炸出了各种牛鬼蛇神。先是方磊的游戏队友在一个游戏论坛上发帖。方磊？就那个天天在游戏里充钱装大佬的，1个月充好几千，还跟我们吹牛说他姐夫是提款机，随随便便就能拿出10几万给他花。结果他姐夫又起诉他了，笑死！看他还能蹦跶几天。我看着这些信息，一条一条截图保存，全部发给了王律师。当天下午，我收到了周婷婷的微信。陆哥，网上那些关于方磊的爆料是真的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图片5发了过去。你自己看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复了。当晚，方磊的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：女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老子算是看透了。儿子别难过，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我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周婷婷的消息又来了。陆哥，这几天方磊一直打电话骚扰我，刚才还跑到我家楼下来找我，我就忍不住和他对峙了。他承认了房子是你的，他骗了我，我骂了他几句，他打了我1巴掌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悬在键盘上。他又发了一条：我已经搬走了，陆哥，如果开庭需要证人，我可以出庭。方磊亲口跟我说过，他要把你赶出去，房子是他的，这些话我都可以在法庭上说。说着，他还将刚才与方磊对峙的录音发给了我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打了3个字：不客气，就当是我瞎了眼的代价吧。谢谢你。我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王律师，一切就位，2周后开庭。开庭那天，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法院。王律师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手里提着公文包，看起来胸有成竹。放松，证据都在我们这边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点了点头，但手心还是出汗。被告席上，刘桂芬穿着一件大红棉袄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来走亲戚。方磊坐在她旁边，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西装，领带歪歪扭扭，低着头玩手机。法官敲了法锤，现在开庭。刘桂芬立刻进入状态。法官大人，您可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啊！我女婿要把我们赶出家门，让我们睡大街啊！我们住了3年的房子，他说换锁就换锁，我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拿出来。被告，请控制情绪，法庭会让你发言的。法官皱了皱眉，只可惜这刘桂春根本停不下来。法官大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个人有多狠心！我女儿嫁给他3年，没过1天好日子，他在外面养女人，还打我女儿，这狼心狗肺的小畜生！被告，法官敲了一下法锤，请遵守法庭纪律。王律师站起来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审判长，我方强求出示第1组证据。准许。王律师从公文包里抽出文件，一份一份摆在桌上。
这是原告陆晨先生的房产证、购房合同、银行贷款结清证明，3份文件均显示，涉案房屋由陆晨先生于婚前全款购买，产权登记在陆晨先生个人名下，与被告方不存在任何权罚处分关系。法警将文件复印件呈到给法官。那是他骗我女儿签的字，我女儿被他骗了。王律师平静地看着他。被告，购房合同签订于3年前3月，而原告与被告方婷的结婚登记是在同年6月。请问，原告如何在结婚前就骗你女儿签字？那他肯定早有预谋，他跟我女儿谈恋爱的时候就存了坏心思。被告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方请求出示第2组证据。王律师继续，又是一叠文件。这是涉案房屋3年来的物业费、水电费、燃气费缴纳记录，全部出自原告陆晨先生的个人账户，累计金额34700元。被告方在居住期间未支付过任何相关费用。刘桂芬哼了一声，那是一家人的正常开销，他作为女婿交点水电费怎么了？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太婆出钱？王律师没有理他，继续拿出第3组证据。这是我方整理的原告向被告方磊的转账记录汇总，3年共计127笔，总金额18万7千元。备注内容包括生活费、零花钱、游戏充值、买手机等。旁听席上开始有人小声议论，方磊猛地抬起头，脸一下子白了。那是他自愿给的，我又没逼他。就是他自愿给的，现在翻脸不认账了。我儿子花他几个钱怎么了？他1个月挣好几万，给弟弟花点钱就心疼了。王律师微微一笑，不急不慢地拿出第4组证据。我方请求当庭播放一段监控录像和一段录音。刘桂芬的脸色变了。什么录像？什么录音？法警连接好设备，法庭前方的屏幕上开始播放画面。那是刘桂芬在某高档商场珠宝专柜挑选项链的监控录像。画面里，她熟练地试坏着一条金色项链，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，然后掏出卡递给柜员。屏幕一角的时间显示，正是我被锁在门外的那天下午。紧接着，录音开始播放，刘桂芬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，清晰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。他肯定会转钱过来的，不然这些东西你让谁来付？我反正没钱。你笨啊，你就说你要报个美容班的课程。然后是刘桂芬叫嚣的声音，或者给他来个惊喜，告诉他你要给他生个孩子，他肯定给。然后是方晴犹豫的声音，妈，这不太好吧？刘桂芬的声音更尖锐了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是我们方家的人，你的钱就是方家的钱，他的钱也是方家的钱。你记住，只要你会不松口，他就得一直养着我们。录音结束。那不是我的声音，那是伪造的。被告，这份录音已经过司法鉴定，确认未经过任何剪辑处理。如果您有异议，可以申请重新鉴定。刘桂芬彻底哑了。法官翻看了一下证据材料，然后抬起头看向被告席。被告，对于原告方出示的4组证据，你方有何异议？刘桂芳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方磊在旁边急得满头大汗，小声说：“妈，你说句话呀！”可惜，刘桂芳什么都说不出来。鉴于被告方需要对证据进行进一步核实，本庭宣布休庭。3日后继续进行第2轮庭审。走出法庭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传来方磊压低的声音，恶狠狠的：“你刚才怎么不说话？你哑巴了？”刘桂芳的声音更委屈：“我怎么说？那录音都放出来了，我怎么说？”3天后，第2轮庭审。周婷婷出现在证人席上时，方磊的脸色下子变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那个被他扇了一巴掌赶走的女人，真的会站到法庭上指证他。周婷没有看他，他直视着法官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法官，我跟方冷交往了2个月，他从第1天就在骗我。他说那套房子是他全款买的，说他姐夫是寄住在他家的寄生虫。他还跟我说，等他姐把房子弄到手，就把姐夫赶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。你放屁！你这个贱人！你出卖我！被告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再有一次蔑视法庭，本庭将依法予以拘留。方磊被法警按住，但仍然死死瞪着周婷婷，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。周婷婷终于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愤怒，
只有一种冰冷的鄙夷，像是在看一堆垃圾。周婷婷作证结束后，法官看向双方，证据展示完毕。根据本案情况，本庭建议双方进行调解。被告方是否愿意调解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我曾经觉得很温柔，现在只觉得陌生。我缓缓站起来，转向法官。法官，我拒绝调解。法官看了看双方，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走出法庭时，身后传来刘桂芬歇斯底里的叫骂：陆晨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你会遭报应的！姓陆的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事儿没完！等待判决的日子里，方家人彻底撕下了最后一层遮羞布。方晴的电话和短信像潮水一样涌过来，一天几十条，从清晨到深夜，不带停的。那天我下班去停车场，远远就觉得我的车不对劲。走近一看，车身上被人泼了一层红色的油漆，从引擎盖一直淌到车门，像血一样触目惊心。4个轮胎全部被扎破，瘪瘪地趴在地上。我站在车旁，看着这副惨状，心里出奇的平静。我掏出手机，先拍了照，然后报警。警察调取了停车场的监控，画面里，方磊提着一桶红漆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停车场，对着我的车又泼又踹。完事了还用钥匙在车门上划了几刀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监控拍得一清二楚，连他脸上那得意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方磊被拘留了5天。消息传出去的当天，方晴又出现在我公司楼下。陆晨，方磊还小，不懂事，你放过他吧。我看着他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23岁了，还小。他就是一时冲动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他不是故意的。他提着油漆桶走到我车前的时候，不是故意的。他拿钥匙划我车门的时候，不是故意的。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他在笑。你管这叫一时冲动？方晴被我噎住了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声音又尖锐起来。那你也用不着报警啊，你就不能私下解决吗？他好歹叫你一声姐夫。他叫我姐夫。他站在法庭上骂我姓陆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叫我姐夫？他往我车上泼油漆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叫我姐夫？方晴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憋出一句：陆晨，你不是人，你连自己小舅子都不放过。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，忽然觉得很可笑。宣判那天，我刚来到法庭，就看到刘桂梅坐在旁听席外面的长椅上，拉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诉苦。你看看，我女婿要把我们孤儿寡母往死里逼呀！我们住了3年的房子，他说赶就赶，还要我们赔钱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老太太一脸尴尬，嘴里含糊地应着，眼睛四处瞟，显然是想走又不好意思走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刘桂芬看到我，狠狠地啐了一口。我没有理她，径直走进法庭，在原告席上坐下。王律师已经在那里了，正在整理文件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低声说：准备好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。离婚协议，让他在判决之后签。法官驻场，全体起立。法锤落下，法庭安静下来。法官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宣读判决书。本院经审理查明，涉案房屋建筑面积120平方米，系原告陆晨于婚前全款购买，产权登记在原告个人名下。被告刘桂芬、方磊在原告婚后搬入该房屋居住，居住期间未支付任何费用。原告依法收回房屋后，被告刘桂芬、方磊多次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对原告进行骚扰，并在公共场合聚众闹事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。被告方磊还对原告的车辆实施了泼油漆、扎轮胎等破坏行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本院判决如下：法庭里安静的能听见呼吸声。1. 被告刘桂芬、方磊、方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，
搬离原告陆晨的房屋。2. 被告方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，归还原告陆晨3年来的转账款项共计人民币18万7千元。3. 被告刘桂芬因诽谤罪判处拘役2个月，缓刑3个月。4. 被告方磊因寻衅滋事罪判处行政拘留15天。5. 被告方晴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协助家人侵占原告财产，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赔偿金额人民币5万元。法官念完最后一个字，放下判决书。陆晨，你毁了我们一家！法警快步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，把他往外拖。他拼命挣扎，脚在地上乱踢，鞋子都掉了一只。陆晨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等着，你等着！嘴里还在不停的骂。方磊也被法警按住，他扭过头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姓陆的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事儿没完！方晴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流，流过脸颊，滴在地上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我站起来，拿起桌上的那份离婚协议，走到他面前。签了吧，婚后财产各自归各自，互不分割，你净身出户，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体面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们可以继续打官司，到时候你不仅要赔钱，还要承担诉续费，你自己选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泪还在流，但眼神里多了一种东西，不是悔恨，是恐惧。他大概终于意识到，这一次他是真的什么都捞不到了。他的手在发抖，接过笔，在协议上签了字。我把协议收起来，放回公文包里。毁了这个家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自己。3年了，你们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到今天，你们还在怪我。方晴看着我，嘴唇又动了动，这一次她发出了声音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陆晨，你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？我看着他没有说话，我转身走出了法庭。难过，但不是因为判决，是因为我花了3年时间才看清你们是什么样的人。